对，你蛮适开这种课、啊、你没有办法自己讲，就包包里放一个那我的牌子，不要把它举起来举起来他可能连举他连举牌都有点困难，不然你就用手画个叉叉，那可能Salut， 我是 Zephyr，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汉蛋801人生侦探所排进了 Apple Podcast 的第50名哦，也谢谢订阅汉蛋的蛋宝们，我可以这样称呼你们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蛋宝，那也希望继续能够在线上跟你相遇，如果你们也很支持我们的话，也帮我们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哦。本期的主题我们要聊的是讨好。大家听到讨好这个词通常会觉得它是一个负面名词。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讲要如何做到能讨人喜欢又不委屈自己的讨好。好，那金桃乙我们现在有一个讨好型人格测验啊，我们就邀请你一起参加。好哦，也邀请我们线上的蛋宝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测验。然后这个测验一共有10题，好，然后每一题呢就是一个是非题，所以答案就是是跟否。好，那当我们讲完10题的时候，请你们可以自己计算一下你有几个是。好，那第一题呢是我总是做到让人满意。不是。我也不是。好，第二，我很难对别人说不。不是。我也不是。好，第三呢，我会为了团体的气氛和谐而赞同别人的看法，即使我内心并不认同。是。我也是。好，第四，我常常因为怕别人不开心，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我也要看对方对我来讲重不重要，是不是你喜欢的，对我重不重要，或者是我是不是知道他有些状况是的确不应该这么直接，就他不需要现在马上被，还是有分别心。对，所以这题没有，应该说这题重不重要，有点难，有点难。我应该不是。好。第五，我觉得让身边的人快乐是我的责任。不是。我是。好，第六，我常常在别人没求助的情况下主动伸出援手。是。我没有。好，第七，我想获得他人的认可。不是。我应该有。好，第八，我常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不是。我会耶。对。好，第九，我经常寻求他人的安慰。不会。我也不是。好，最后一题是，如果有人因我做的决定又不高兴，我会感到很难过。还好，不会。我也不会。好，那这样你算起来是几题？所以我的是的话是3，然后6。所以你为什么会会想到说你在别人没有求助的情况下会主动伸出援手呢？就只是我想做啊。但是你会先观察吗？不然他没有讲出来之前。对啊，然后我也会问他需不需要，如果他不需要就算了，然后有些人可能不觉得他需要，或是不觉得会有人会帮助他。那如果有人没有求助，但是你也就是会觉得他虽然没跟你讲，然后你就直接帮助他，有没有曾经有遇过那种不好的经验？会啊，难免会啊，就是我认为我是好心，他不认为嘛，甚至我曾经借别人钱去还卡债，然后但你果然是金桃姨。然后其实我没有认为他会还我了，就是我其实就觉得他没有还我无所谓，可是他后来是有还我，非常好。但他后来是很沉痛的控诉我帮他还着，让他一直在这过程里面，就是虽然没有卡债，但心里充满了压力。他宁可欠银行也不要欠我，
这样。那所以是因为人情关系吗？人情的意思就是说他会觉得在你面前感觉有抬不起头，就矮一截之类的，对。可是因为他又是痛苦的时候会告诉我说他现在有卡债或什么，那我是认为就是我可以负担的钱，那我们先把这个解决。那我也就是也相信他的为人，对啊。那他也不是说什么去赌或者是什么诈骗或者是什么东西才造成自己的，或是挥霍造成自己的困境嘛。那就事实上有一些事情这样，所以就我觉得我那一次我学到蛮多，就是即使是这样，我也应该先问别人你需不需要。当然我有问过他需要，他当初是有觉得说 OK 我才会把钱汇给他嘛，废话。对，那可是事实上对有些人来讲，得到别人的好处就是一种压力，就是有些人对于所有东西都会画上等价的，就是对价关系。对，像我之前也很容易就是说如果看到喜欢的笔记本啊或者什么，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哪个朋友需要，或是觉得哪一个人可能很适合，那因为就是几百块或是几十块，然后我就会买下来，然后就说这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的确是之前都有碰过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给我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后来才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很理所当然得过爱所以他对于所有莫名其妙出现的爱或是友善，他会有是充满问号跟疑惑的，对，他会不觉得自己不配，或是为什么我可以得到。那因为我算是有足够的爱，得到足够的爱，所以我有能力给别人这样，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我对于别人求不求助别人求助我一定会做，但不求助我也是会看一下，如果其实我可以帮就帮这样。我最小的包括就是在前几天因为过马路下大雨嘛，对，然后我就撑着伞，那个女生就是跟我一起过马路，可是就是我就帮她撑就对了，她就一直跟我谢谢，然后我们过好马路之后，她跟我是两个不同方向，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一个转角就到我要去的地方，他好像还要去，他就说他要去还要去坐公车这样，我就说那伞给你，反正我已经到了这样子。对，就是这种东西我会觉得是我比较无所谓。对，你真的是心美人也美。人美，对。这个赞美我就收下了。对，那这样看起来你就不会是讨好型人格，没有，对不对？我就只是单纯我想做，或是我觉得我该做。对，所以如果线上的我们的听众呢，如果你中了5个以上，几乎就可以确定就是讨好型人格。对。那在这里面的话，我就会是比较像是我的第5点，我觉得让身边的人快乐是我的责任。对，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会比较。那你快乐吗？你快乐不重要。我有时候会觉得，让我身边的人快乐，我就会开始快乐。对，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可如果你身边有那种永远都不快乐的人怎么办？所以我以前其实就是会很容易把情绪就是跟着身边的人起伏的人。对，那我现在比较能够控制情绪啦，只不过这一点我还是会觉得我很希望看到我身边的人快乐，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会觉得说我想要怎么样让他们比较能够振作啊，恢复起来。对，这个讨好是已经变成其实有些人可能搞不好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讨好性格，其实就是我们以生活上的环境，从小到大的环境已经完全被固化成一个人格了。他可能在无意识之间就变成这样。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在感情上面的话，喜欢一个人，其实你就是会主动会为别人付出嘛，然后也其实就是一种天性，然后一种慈悲，一种爱啊，因为你喜欢这个人，你当然就会为他付出。这种算讨好吗？这种不就是一个互相？所以我才说其实他不用落入一个什么二元对立，像你说的分男生啊女生啊，或者是说谁先谁后。
对，就不是像那个大师说，女生先付出或什么，对方就不会那么珍惜。你要让男生来追你呀，或者说那让男生来追你，他也不会比较珍惜。他在讲什么？对，可是对我就觉得这些其实都不需要去分先后嘛，因为我觉得女生其实是可以先丢个球，或者是说你先了解对方喜欢什么，你可以先有点付出，让对方知道说，诶，你也其实是愿意的。我觉得不用是讨好吧，我觉得最基本表达善意，多对啊，让对所以其实我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当然界限我们还是必须要有。那个爱情大师是80岁了。没有，你可以去那个去 YouTube 看哦，都是一个非常长得很年轻的男子。好，不管是哪一国的，都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的八股的东西。都2025嘞。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感情当中其实有很多现在你不开心 AI 就可以陪你的年代，谁在掉价不掉价？他们想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啊。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愿意付出，那对方可能也给你同样的一些回应的话，那何妨不让对方觉得开心，或者说让对方知道说，诶，你也是有同样的心意，这样就好啦。大家是为什么会觉得讨好不好？是怎么样？是这些付出会觉得是我要有投资报酬率吗？就是我给你东西，我包括一个笑容、一个时间、一个陪伴，你就一定要，不然的话就好像是我白给了。对，是不是？那要不然就是不然的话他们会觉得说，诶，那我今天一味的对你好，那我是不是也要得到同样的代价的报酬才有可能？当然一定会，就是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期待，可是我们如果把人这个东西拿掉，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我实在太喜欢这本书，我一有空就赶快去看一下这本书，就是只有通勤的5分钟15分我都要看一下，刷牙的时候我也拿起来看，然后我把手机放下来，我就希望赶快把这本书读完，因为我太喜欢这本书。你不会说在对这本书讨好吧？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过程里面，自己本身就得到了一个回馈，因为我喜欢这个内容嘛。所以那如果你会有觉得自己在讨好别人，是因为你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吧，才会出现我把这么多时间，我花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你怎么不是吗？对，所以我觉得以前我的曾经的经验是，我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第5点，我希望别人开心，然后这个或者是说我比较在意是别人，有时候比较在意别人的情绪多过于我自己，那就是因为其实一部分是因为我是一个可以付出的人，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付出的话让对方开心，尤其是一个我喜欢的人，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部分其实讨好可以做到说你其实也让你自己感觉到很开心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今天对方不管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回应，那至少你自己也是开心的啊。对啊，就像你说为什么我在别人没有就是开口的状态下我会想求，就没有求助的状态我也愿意给别人，就我认为这是我觉得我做了，我有能力给别人，我自己本身在这个我自己的行为里面就得到回馈，我不需要对方来谢谢我或什么，那我会认为其实我提供别人过，我常会说我的角色比较像是导盲杖的一个角色，今天他就是失明的人，如果今天重见光明，第一个丢掉的东西一定是导盲杖。对，不需要再帮忙，他不需要我们，一定其实是一件好事，就是表示他脱离目前的状况，他好了嘛，或是他往下一阶段去。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有这个认知行为，你对于你给别人的帮助或什么觉得你要把我拱起来，或者你要把我就是捧在心里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本身就一定
这期待就本来就会因为每个人就是会往下一阶段去。那你如果喜欢当一个一直不断付出的人，那你最好，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可能要让自己有一个导盲杖的心态，就是今天这个人结束，那往下一个人去，我一直可以做给予的这个角色，他不一定给，只能给这个人。对，那你就不会这么辛苦，因为就像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无常，每个人状态都一直在改变。那你想一直做付出这个行为，不愿意停下来的话，那你就是一直不断的换不一样的人，或是你认为值得付出的人，去一直不断的去在这个行为里面去得到自己心里的回馈，而不是经由他人。对啊。而且我一直觉得说，就像你说佛法来说，那一个人是具有慈悲之心的人，那他就是表示他是真的比较有能力，而且心中是比较不匮乏的，就是他有满满的爱嘛，他是能够把自己先滋养好，然后也可以去照顾别人的人。对，那通常那种会陷入讨好的人格的这一种类型的人，通常都是他自己也他是失去了，就是把自己付出之后，他其实自己失去了自我，或者是说因为外在的这个环境，然后逼得他必须要抛弃掉自己。对，所以我觉得讨好型人格其实本身也是慈悲的，他才会不断的希望别人好，把别人摆在比自己前面。可是讨好型人格有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的慈悲是对众生，你也是众生之一。对啊，所以你对你自己不好，也是要对你也要注意你自己的状况，就是不应该谁把你逼你前面，它是可以是个平衡的状态，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讨别人喜欢的人，但是你本身也必须要有一个设边界。好，例如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点像是跳探戈。对，那个跳探戈就是你跟别人之间的交流。好，你可以比如说先踏出一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先付出，没关系。那先付出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礼物啊，试探对方的反应啊。然后如果当对方往前进一步的时候，那你通常就是要后退一步，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跟彼此之间有一个边界感。对，那这样子一来一往的话，其实可以保持好一个两人同等的距离，那也不会因为你过度付出之后你就失去自己。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跳探戈的观念，对，然后保持好人我之间的一个边界，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因为讨好型人格有时候会常常失去自我，然后会觉得到最后觉得说我是不是很糟糕，完全没有办法做自己，然后越来越觉得自己非常的丑陋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去看一下，有一种水结晶的那种一个实验，就是有人把那个一盆水，然后呢他每天对着这盆水说你好漂亮，不断的赞美它，然后再等1个多月之后去照这个水的结晶，就发现这个水的结晶变得非常的美，就像钻石跟雪花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对自己喊话，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别人认同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要先认同自己，赞美自己，然后找出自己最美的一部分。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试试看的。好，然后还有一个是角色扮演。我觉得角色扮演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在心里面想象有另外一个角色，假设你是个女生，那你就去想象有另外一个男生的角色，另外一个你，但是那个你呢，会每天，你可以问问看说你心目中最喜欢被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对待的。对，因为有时候人通常在一个情境里面无法跳脱出来，其实无法看到真正的自己。那如果你可以有另外一个角色，那个角色来
比如说你希望说对方能够每天早上跟你打招呼，那心里的那个人他是要怎么样跟你打招呼，你才会觉得你是一个好好被珍惜的人。对，这是我觉得我有试过的方法。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我觉得再怎么样讨好别人之前，应该先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还是要先设定目标吧，对不对？对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讨好型人格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好好阐述自己的情绪或是感受。对，尤其是负面这种东西，他甚至连你叫他说可能都说不出来。对，所以他可能连表达，就是他对于他自己感受这种东西很模糊，他只能知道他自己不舒服，或者其实没有很喜欢，但真正是什么感觉他可能没有办法理清。所以我觉得你要，因为他这东西刚开始一定是要透过练习，所以刚开始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先从谢谢别人开始。就谢谢你有注意到我，或者是谢谢你今天有帮我，这样我轻松很多。或者是说你今天给我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排队买的东西，谢谢你给我。就是先学会表达正面的情绪，正面的感受之后再练习，比方说你讲这样我会很难过，你这么说，你讲这种话其实我听了难过，或者是说我今天其实没有空，就是可不可以明天再处理，这种慢慢婉拒的方式。所以你如果一口气要马上叫他去拒绝，可能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难，因为他们连正面的东西他们现在的感受都很不清楚了。对啊，那我觉得慢慢练习之后，就像我们有没有就是以前我们在练习的就是创业或者是上课的时候都会教说你要去跟人家就是表达你的案子。对啊，你要想办法去被10个人拒绝。比方说我要想办法跟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8折。对，我们以前上课你可不可以给我8折，对，要不然你那个可不可以送我。对，他要你想办法就1个月内要收到50个拒绝。你任何一种你觉得你就把你过去不习惯那种厚脸皮的方式，你觉得全部打烂，你一定会被拒绝的方式你就去做。然后让自己习惯被拒绝，或练习被拒绝这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种接下来其实如果你觉得你有讨好型人格的话，其实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就是10天内或是1个月内练习拒绝10个人或是练习拒绝20个人这样。你之前是不是有像比方说训练过很多次？你知道有些我碰过我朋友他是连推销电话都不好意思挂电话。他就真的会听完，然后有时候真的会因为不好意思所以就把保险买下去了。然后他就说这样很容易被诈骗吧。对，都不会拒绝别人。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买了，我就不晓得该怎么，觉得他好诚恳，就买了好多份保险。我买了失智保险，这样我就说你就独居，等你失智，你也不知道你买了，你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个？对，就他有些人会到这种程度，那或许连最简单，你至少看不到他脸，你也不认识他，跟他说我要去煮饭，或者是说我要出门了，我不方便你，对，不要等，就我不需要，就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理由啦，就是我不需要，不用。不要打来了，就不其实就是一句话，我觉得你不需要去解释什么。对，但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在感受的表达上本来就比较不清楚，就是不太容易了，所以你直接叫他去做负面的表达，其实有点太多了。所以我就会觉得是说，先从正面开始也可以。对，这个我觉得金陶仪你可以开课。你拒绝别人吗？对，你蛮适合开这种课。你没有办法自己讲，就包包里放一个那我的牌子，不要把它举起来。举起来，他可能连举牌都有点困难。不然你就用手画个叉叉，那可能走。像我们在路上不是常会碰到捐钱的吗？你都一定会捐吗？我当然不会啊，我会捐，我的零钱会全部给他们。我会捐给比较知道是什么样的机构的。我不管，我就反正有零钱就捐。对，我是不在乎他们钱拿去做坏事，反正他们拿了我的善意之后去做任何有
恶业的事情，那你就他们就要小心一点，是因为拿了你的钱做造恶业。对，不好。没有，我是不介意啊，只是有时候我身上会没有钱，然后或者是没有零钱，或者我牌就是对，然后我会就讲说我身上没有钱，然后他们都一副已经被拒绝，尤其是有时候那种是小朋友或者是生长，他们就一副就是啊你不用讲，好像就是那一人就说其实不用讲那么多理由，就是我们已经被拒绝过，我那时候才会心里觉得我不是真的我是真的今天现在没有现金，赶快把钱包拿出来。对，因为我以前会整个把口袋或者包包里所有零钱啊，这个时候可以刷卡吗？全部都掏出来给他们这样。对啊，但我觉得就是用把自己好好对待自己，因为我常常会觉得后来自己长得越来越大，会越来越清楚一件事，就是你对待你自己的方式就是在告诉别人怎么对待你。所以你把自己摆在很后面，很无所谓，很亏待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想要善待你，因为你事实上就把自己弄成这样子啊。对啊，所以你讨好别人，你同时也应该要讨好你自己。讨好从来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讨好你自己。对，今天因为那个人让我不开心，所以我想要讨好我自己，我帮我自己出口气，让他不要再过来，这也是一个对啊，讨好没有不行，但你一直讨好别人就不太好。但学着讨好自己是一件我觉得是可以学的事情。对，那因为在感情当中，就是情感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会把两个人绑在一起嘛。那我觉得啦，就是如果避免在爱情当中陷入一种只剩讨好然后失去自己的状况，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设定目标。对，因为通常你是会因为别人的情绪受到牵动或者是影响，也会因为对方的一些决定而改变自己的决定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还有规划自己的 wish list， 这个是蛮重要的。对，而且我觉得所有人就是如果你正在这段关系里面只剩下你在付出的时候，你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可能没有办法碰到更好，没有，你现在已经是最糟了，还能该怎么糟？对啊，你就想办法过其他的方式，你一定会比现在好。因为你如果一味的将就对方，然后等待对方的回应，那只是你失去的就是你的时间。对，然后我觉得爱情就是你爱他是你的选择，那他要不要回应也是他的选择。对，那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的意愿的，只要是你觉得这一段是你心甘情愿的付出，那这样子就够了。对，然后其实你会从中得到你付出的那种开心，可是千万不要失去自己。对，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咯。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心有余力的话，也可以请我们喝咖啡，然后支持我们制作更好的节目哦。好，那连结会在下方的资料栏里，非常感谢大家咯。那我们要说拜拜咯，拜拜。